然后我在现场主要做什么呢？我是做一个党人，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民进党人，是什么党人呢？从早上拍到晚上6点，12个小时，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是快要疯掉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非常想吃软饭。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今天早上太阳还没升起，5点钟就出门了，然后6点钟赶到。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红包，3月份的第1天收到的一个红包，辛苦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可能是在家里闲了太久了，一直带小孩嘛。虽然我知道带小孩是很重要的一个家庭分工，是家庭里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但是说真的，带小孩对于自身的一个价值感的体现度非常低，我相信带过小孩的人都会知道。所以我会经常想给自己找一些事情，找一些带小孩以外的事情来做，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所以呢，在前天，也就是2天以前，我碰巧在 FB 的一个社群上看到有在招临时演员，对，然后他的角色描述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就是比较凶悍，然后是我这个年龄段以内的角色。另外呢，带一些刺青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了一个自己的照片以及过去的作品。什么作品呢？就是曾经也是有一次在台湾出演广告的经历，当然那一次其实是对方非常友善，非常客气，因为我是一个上海人，会说上海话，我的讲上海话关系，会说上海话的关系，就是邀请我去参与一个上海身份的角色。那一次广告的拍摄也算是一个广告作品，然后我就发过去给那个经纪人，然后对方看到之后就转发给了剧组。没有多久他就跟我说 OK， 剧组已经决定是你了。我真的还蛮意外的，就是瞬间就好像自己好像有一个价值出来了。然后隔了1天，也就是正式拍摄的前1天，才跟我说时间是需要早上6点赶到片场。我当时看到时间觉得有一些后悔，就是因为是在228连假中间，本来是可以全家团聚的1天，全家一起出去玩的1天，结果就突然出现这个事情，然后也是被家人就是批评，也太不考虑家庭了，太任性了。对，主要是我还不知道他的时间安排，就直接去报名了。那然后对方说选定了呢，我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了，只能做好计划要怎么到达片场。片场在大安区，非常远，离我这个台北最靠北的北投非常远，而且早上6点要到达，所以6点前其实是捷运最早一班，好像是5点半左右，就是没有捷运，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交通工具，于是只能早上天还没有亮5点左右的时间，我就骑了家里的摩托车过去。那种感觉真的蛮特别的，天还没有亮啊，然后路上人非常少，但是我一出门看到捷运开过去了，我想捷运不是5点半才有吗？怎么5点钟的时候就有捷运？后来到捷运站看到那个铁门还锁着，也就是他之前可能是在检查捷运啊什么，捷运的工作人员还真的是蛮辛苦的，也就意味着5点之前他们就要开始工作准备了。所以每一个职业真的都不简单。那我就是骑了我的小摩托车，一路骑到大安区。台北的摩托车真的很难骑，虽然那天路上车很少，人很少，就是基本上不用担心会有碰撞啊的问题，但是左转真的对我一个新住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摩托车的左转，因为有的路口它是2段式左转，有的路口是可以直接左转的，所以我骑在那个道上面
非常犹豫，就是我要靠右去进行两段式左转，还是靠左直接在左转道上进行呢？真的到路口有时候非常迷茫，甚至好几次就是在中间的那条直行道也没有靠右也没有靠左，然后来不及了就只能过红绿灯到下一个路口再转弯。好险就是有提前到达了片场，那个时候天都还没有亮。然后到达片场呢，就是跟我预想的还是蛮不同的。到达片场是这样子的，中间有一块临时演员的区域，那我就被安排坐在那一片区域里边。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好像一个流水线上的产物，就是一排一排人坐好，然后到了一定时间他就跟我们说这一排可以去化妆了，可以去做发型了，然后我们这一排做好之后回到原位坐好，下一排人又过去，就一个一个像在流水线上做包装一样。然后呢做好造型，现场还有发放早饭是一个饭团和红茶，还不错啦。对，然后就在现场等，还好没有等很久，大概1个多小时就开始到拍摄现场去进行一些安排，进行一些预演。就是当时主演还没有到，那其实我是提前知道我这个角色是什么，但是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我是不清楚的，是到达了片场他才会有一个，应该是现场执行导演还是什么，我不清楚他的职位，反正会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讲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从哪里走到哪里，要站在哪里，这样子。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而且当天的那个主演咖位很大是一个影帝，但是我这边不好透露他是具体是谁。我还蛮喜欢他的戏的，他的演技非常棒。然后我在现场主要做什么呢？我是做一个党人，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民进党人，是什么党人呢？是在现场负责帮他挡人，对，这样挡住就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而且其他一些灵演我觉得都很专业，就是在现场完全是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完全不会考虑到镜头在哪里，灯光在哪里，收音在哪里，就是感觉你真的是投入到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那一条戏真的很快就过了，大概1个多小时就已经 OK 了。但是我听现场其他一些同行灵演的同行在说，今天好像要拍到晚上6点，从早上拍到晚上6点，12个小时。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是快要疯掉了，觉得哇，今天这一天完蛋了，好不容易有一天全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完蛋了。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当时到9点钟左右，然后就有那个摄制组的人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这一排的人可以收工了。我当时非常意外我还去跟他确认了一下，说我这个角色真的可以收工了吗？他说对，你今天的戏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后续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灵演，他们是脱下本身这个角色的这套衣服，换上其他角色的衣服又要去演，他们可能真的会进行到晚上6点。虽然他们的钱可能会多一点，但是真的很辛苦，就是现场非常消耗精神体力也非常消耗，而且现场还蛮热的，就是真的整个人感觉会被掏空的状态。好险就是我到9点钟的时候就可以领红包回家了，非常开心的一天。我真的没想到这么早就结束了，非常遗憾的就是没有吃到片场的便当，也是以往的影视作品当中给我感觉摄制组现场的便当都非常好吃，包括周楚除三害里面陈桂林吃的那个排骨便当让我非常馋就是今天没有机会吃到现场的便当，有一些遗憾。那其实我在去做灵演之前，因为在一些影视作品什么里面看到灵演的角色是非常卑微的，非常低端的一个角色，所以在我脑海中印象当中一直觉得灵演在现场不会被人尊重，可能被呼来喝去，叫你干嘛就干嘛，叫你躺在那里演死尸就演死尸，而且被人踩到是不能动的，没有喊卡是不能动的，拿灵演非常不当人。对，原先我的印象就是灵演是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实际上到了现场很被尊重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交流，然后也会有人跟你说要干嘛干嘛，然后也会跟你说可以去那边拿早餐了什么的，就是真的大家很平等，跟以往我所看到的影视作品当中灵眼的形象完全不是一个状况，就是真的没有像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拿灵眼不当人的现象存在。是有踩到你吗？没关系。有吗？没有。你是尸体，不会动。那然后呢，我真的发现每一个职业真的都不容易，就是现场扛摄影机的非常重，他要手持这样在那边好几遍，然后现场安排灯光的人要爬上爬下，反正每一个职业都不容易。还有现场那个可能是道具组的吧，他会有时候会提供一些道具借给我们灵眼，那每一个灵眼去参与之前都会拍一个照片，然后他会在照片上标注你身上有哪一些东西是他们道具组借给你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哦，他要认识每一个灵眼，他要搞清楚哪一个灵眼的脸长什么样，他要记住我借给这个人什么，借给那个人什么。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于像我这样有一些脸盲的人来说，真的完全是不可思议，怎么做到的？我借给这个人一双皮鞋，我要怎么去记得是这个人借了我一双皮鞋？真的非常难。所以今天的感受就是，一个是灵眼其实地位没有印象当中那么低，还是蛮平等的存在。还有一个就是片场真的非常辛苦，大家真的每个人都忙忙碌碌，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所以现在让我感受到做演艺行业这一条路真的是不简单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非常想吃软饭但是没有办法啦，就是我们家的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还是蛮紧缩的，所以这个月我就要踏上工作岗位了。而这次灵眼的经验呢，也算我在台湾接触到的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其实我还蛮希望开启我的斜杠人生，也就是在台湾从事各个行业的体验，因为真的台湾各个行业的薪水差别没有非常大，真的我觉得蛮容易实现我这个梦想的。可以做一系列的影片，比如说台湾101种职业体验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这样做出来，做各种体验，开启我的斜杠人生。好了，那我们这一期的分享，也就是我在台湾的一个特殊工作的体验，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会。最后还想拉一个票，也就是我最近在赏金猎人的那个网站上看到海尔空调有一个短视频的广告，于是我就抽了年假里面的一点点时间做了一个短视频，每天可以投一票，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帮我投一下票，谢谢大家。